上神请用。刚刚是梅子酒，这杯呢？回上神，这是枇杷果酒。枇杷果，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。是啊，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。醉了啊？身上这么滚烫，看来不是装的，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？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，醉成这样，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。不必了，我喝酒也喝了10几万年了，也算半个行家。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，是鲜果发酵酿成的，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。可，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。他是男孩子，不必这么娇生惯养。你听我的，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，过3个时辰，他指定就醒过来了。是。上神请用。这小婢女竟对旧主如此忠心，她的旧主已经走了有2、300年了吧？回上神，奴婢并不清楚洗蜈宫的事。太子宫中的事情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奴婢只听说当年洗蜈宫发生了桩事儿，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居下界仙山了。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，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，连仙娥都换了。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，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，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。上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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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神昨日说小殿下3更便会醒来，如今已过了3更，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，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。奴婢急得很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才来惊动上神的。等闲的小娃娃喝了果酒，确实睡到3更便能醒过来。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。照他这势头，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。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，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，你不必担心。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，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？放心吧，我等下渡他些仙气，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。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，第2日最好喝些煮得糊糊的粥。你先下去歇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早多些粥来。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，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，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，滚到庆云殿，他也未必醒得过来，如何饶得了我？照顾小孩子真不是件容易事，这夜华也真是颇有耐心的。来，小殿下还未醒过来。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。这粥放凉了也不好，上神还未用早膳吧？若是不嫌弃，且请尝尝奴婢的手艺。不必了吧，
这周奴婢熬了2个时辰，若是到了就可惜了。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净的天泉，空着赴去也不好。你说的也是，那我便尝尝吧。果真是好手艺。上人，这么大阵仗，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！娘娘，本宫晨间散步，受一股纯然的仙气指引，不经意就走到了这儿。怎么，这一览芳华里来了什么贵客吗？回娘娘，是白浅上神。是青丘的那位姑姑。你怎的也不去我宫里通禀一声？回娘娘，君上吩咐，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。不用怕，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，只是你不懂，本宫是这洗梧宫唯一的侧妃，而姑姑她又是未来的太子妃，这于情于理，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。娘娘，君上吩咐过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一览芳华。只是今日青丘的这位姑姑来了。作为晚辈，我不去行礼问安，这岂不是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？况且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，恰好去看看。可上神已经去上清净了，小殿下也还歇着，娘娘就别进去了。上清净？灵宝天尊的上清净，不是已经关闭许久，竟重新开了吗？君上说上神在异界大战一场，受了伤。这才去天泉疗伤。是吗？那本宫更要替君上好好招待这位上神了。那晚些时候本宫再来。我当初一见他，便晓得他是个不安分的。那东海上来的妙卿，昨夜果然出事了。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。听说昨天夜里，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卿求了情，在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。娘娘还真是万中无一的娘娘，人长得美，性子也和顺，却不知君上为什么从来也瞧不上她。我分到娘娘殿中这么长时间，却还没见君上来过一回呢。唉，娘娘不容易。真是不容易呀！是啊，娘娘这样善良慈悲，将来怕是要吃青丘那位上神许多苦头。听他们说完，你可听说青丘那位上神，像是已有14万岁了？竟有14万岁了？那不是成老太婆了吗？哼，老不知羞的，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君上。我依稀记着，这天宫里有一道规矩，是不得妄议上神，是不是？是。这2个宫女太不像话了，惹怒上神。动怒倒是没有，只不过偶然听到别人这样说，不大顺耳罢了。虽然我是不太计较，但这天宫这么大。总是要让人知道，这规矩立在这儿不是当摆设的。你们说是吗？上神说的是，
而且这后宫呢，最忌讳热闹。我看这2个小仙娥也是性子太活泼了些，恐怕不适合这份差事。不如你们挑拣挑拣，帮他们另谋份差事吧。是。今日阿离也不在，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。你们在此候着吧，我去挑几本书来。是。你是不是给阿离喝酒了？他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都没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过昨天多喂了他2壶果酒，让他醉了个酒罢了。他睡到现在都没醒，你怎么不通报我一声？为什么不找药王来给他看一下？阿离还是个小孩子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小的时候去偷喝折颜的酒，醉了4、5天都没醒，我爹娘也没怎么样。再说了，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？你这么娇生惯养他，免不了长大了他要娘娘腔的。阿离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他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？没错，老身自然生不出来这么一个活泼讨喜的孩子来。只可惜生了阿离的那位烈女子，已经跳下了诛仙台。老身师承昆仑虚，修的是逍遥道，自然没修得一副菩萨心肠，带不好你的阿离。我记得夜华君的那位侧妃，心地倒是善良得很，肯定能将阿离照顾得很好，免得在我这里吃亏了去。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气我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大早就被2个天族的奴婢编排也就罢了，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。我来此处是养伤的，又不是受气。上神可见到方才是谁从这院子里出去了？怎么了？慢慢说。上神责罚奴婢吧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上神对小殿下这般好，就算是奴婢的主子再生，也会感念上神的。此番若因了奴婢，让小殿下栽在素锦娘娘手里，那奴婢就……你刚刚说团子栽到素锦手里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奴婢着急了。方才上神前脚刚刚走，素锦娘娘就来了，说是受了仙气指引，来一览芳华看看贵客，顺便看看小殿下。那素锦来见我？是。可君上早在300年前就说过，素锦娘娘是不得靠近一览芳华的。素锦娘娘这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规矩，可今日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来了，奴婢死活拦着才将她拦住。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，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。你先别担心了，抱走团子的是夜华，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。上神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骗你做什么？若真是那素锦把团子抱走了，我早就去抢回来了，还留在这安慰你吗？那便好，那便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看你如此提防素锦，这素锦可是与团子他亲娘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有什么干系吗？天君明令了，任何人不得提起此事。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仙娥，都被派去各仙山，不在天宫了。好了，你不必说了，我也懂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你便带我去看看吧。若团子无碍，我便将他抱回来。是。
君上不必担心，小殿下只是酒量太浅，没什么大碍，在这醒酒汤里泡一泡，黄昏之前就能醒过来了。阿离怎么了？回三殿下，小殿下就是酒量太浅，多喝了2口。啊？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方才有人跟我说，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，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呢，让你如此忧心。啊。 我以为你把白浅带到天上来，也算好事将近，会心情愉悦呢。可看你这脸色，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是因为要做新郎官焦虑了？